中國美術學院偶遇譚松韻，本人個子不高，臉巨小，表情靈動，特別年輕。在中國美術學院的寧靜校園中，藝術的氣息彌漫在每一處角落。今日的陽光透過蒼翠的樹葉，灑在青石板路上，仿佛在為這裡的一切披上一層溫暖的光輝。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譚松韻的身影如同一股清新的風，悄然無聲地掠過。他的到來瞬間打破了校園的平靜，令眾多師生都不禁側目。譚松韻的服裝選擇簡約而富有個性，她的灰色短款呢子大衣搭配一條輕盈的麻花辮，散發出一種自然的優雅。她的背影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立體，時不時回頭的一剎那，清澈的眼神流露出溫柔與從容，仿佛能夠瞬間融化周圍的緊張氣氛。她的微笑有着毋庸置疑的磁性，像是一道令人心馳神往的光，吸引着一雙雙好奇的眼睛。在拍攝微電影的現場，工作人員忙碌而有序，燈光和攝影機的擺放構成了一幅生動的畫面。譚松韻作為主角，時而認真投入，時而與漢服的學生們輕聲交流，她的存在讓整個場景充滿了生機。在這群年輕的學生中，她仿佛是一個靈動的精靈，既是老師又是朋友，輕鬆地在兩者之間切換。她的聲音在清新的空氣中傳來，清脆而富有感染力。每當她開口，便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注意。她用心講述着角色的背景，字裡行間透着對藝術的熱愛與理解。與學生們的互動中，她並不顯得高高在上，而是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傳遞着自己的經驗與見解。這樣的交流使得每一個參與者都感受到了一種鼓舞，似乎在她的引導下，夢想變得觸手可及。在拍攝間隙，譚松韻與學生們的笑聲此起彼伏，她時而俯身認真傾聽他們的想法，時而用幽默的方式互動，讓學生們在緊張的拍攝氛圍中放鬆心情。她的親和力讓人倍感溫暖，仿佛在她面前，每個人都能做自己，毫無顧慮地表達內心的感受。這種互動不僅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，也讓她在他們心中樹立了一個可親的偶像形象。在這個快節奏的社會中，譚松韻通過自身的努力與堅持，向年輕一代展示了什麼是熱愛與追求。她以實際行動鼓勵學生們勇敢追逐夢想，勇於表達自我。在她的言語中，總是透露着積極向上的能量，仿佛在告訴大家，不論遇到多少挫折，只要有堅定的信念，就一定能夠在藝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。在校園的一角，幾位學生圍坐在一起，話題自然轉向了譚松韻。有人感嘆道：“她真的是太有魅力了，不論是外貌還是氣質，都讓人着迷。”另一個人則表示，她在鏡頭前的表現簡直無與倫比，完全就是我們心中的女神。這些話語流露出對譚松韻的崇拜與認可，仿佛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未來的樣子。隨着拍攝的進行，譚松韻對於角色的理解愈發深入，她時而微微皺眉，時而流露出思考的神情，那雙大眼睛中閃爍着智慧的光芒。每一次表演都是對自我的一次超越，她用心去詮釋角色的每一個細節，力求完美。這樣的態度無疑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，大家都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激勵，彼此分享着對藝術的理解與熱愛。在這段時間裡，譚松韻不僅是在塑造角色，更是在傳遞一種信念：藝術無界，夢想無疆。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年輕人，只有不斷努力，才能在這條追夢的路上走得更加堅定。正如她所說，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，保持一顆年輕的心，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雙引號。當拍攝結束，夕陽的餘暉映照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，譚松韻與學生們依依惜別，她的微笑仍然留在大家的心中，成為了這一天最美好的回憶。這樣的相遇，既是一次簡單的拍攝，
更是一次與夢想的親密接觸，讓每一個人都體會到了追逐夢想的勇氣。不知不覺間，譚松韻的身影漸行漸遠，但她在校園中留下的印記卻深深扎根在每個人的心中。這樣的經歷成為了無數年輕人追夢路上的一個美好啟示。正如她的存在告訴我們，無論前路多麼艱辛，只要堅持自己的熱愛，終會迎來屬於自己的光芒。這份堅定與勇敢，正是我們在追尋夢想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力量。2025年，央視明目張膽寵愛的女星，她排第1位。娛樂圈的吃貨，你會想到誰？或許你會想到《甄嬛傳》裡天真爛漫的純兒，或許你會想到《錦衣之下》的袁今夏，或者是《明初奇人傳》裡面的溪水。沒錯，他們都是由同一個人扮演，那就是譚松韻。說到譚松韻，2025年一開始，她的身上就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央視點名她的3部劇，在整個1月份以輪播的形式在風雲劇場播出。這樣高調的寵愛，可不就是不容許自己看好的閨女再低調下去了。說起來，譚松韻是真的很低調啊。父母的支持是她所有的資源。1990年，譚松韻出生在四川的瀘州叙永縣，身為家裡的獨生女，小時候的她得到了父母全心全意的寵愛。雖然家裡不富裕，但是只要是譚松韻想做的事，父母都會傾盡全力地去支持她，讓她達成所願。15歲那年，譚松韻想要當演員，父母二話不說就幫她把資料提交到了影視公司。也就是這年，她被公司相中，開始了自己的演藝事業。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，在很多人眼裡是十分幸運的。可真正走上這條路的譚松韻卻知道，天底下哪有那麼好的事情。她年年跑龍套，若不是父母堅定地站在她的背後為她加油打氣，很可能她自己都堅持不下去。尤其是高考落榜，她更是喪氣。身邊的親戚都在勸她先放棄拍戲，那都是不切實際的東西。她含着淚對父母說自己想要復讀。所有人都認為她年紀小，走了彎路就要扳正過來。只有兜裡沒幾個子兒的父母說，那就復讀，爸媽相信你。一家人擰成一股繩。第2年，很下苦功的譚松韻順利被北京電影學院錄取，讀上了她心心念念的表演系。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刻，一家人抱頭痛哭。譚松韻知道自己不如別人有背景，也不如別人那樣能被導演一眼相中，她唯有默默的努力，抓住所有能抓得住的機會。哪怕只有幾場戲的小角色，她也會高興地跟父母分享。演完之後跟父母報平安，一家人都在展望着譚松韻真的能變成大明星的那一天。2011年，這一天終於到來，譚松韻出演了《甄嬛傳》裡的純兒，憑着一張討喜的娃娃臉，一張貪吃又會說話的嘴，演出了深宮中的一抹獨特的色彩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歡。一份潛力獎，讓她終於不再被龍套給套牢，而是有了更多的可能，從蟄伏期裡蛻變。當然，純兒之後的3年間，譚松韻還在蟄伏期。一炮而紅向來只有少數人才會有的運氣，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厚積薄發，才能等到成名的那一刻。譚松韻並不着急，她把心思花在了如何去演每個能接到的角色上。純兒給她帶來很多配角，雖然只有偶爾1、2個配角能讓她有幸進入主演名單，但她已經非常滿足。成名是她的期待，但是實力也是她的目標。就這樣，在堅持了整整3年後，2016年，她終於迎來了第1個女主角，那就是《最好的我們》。她飾演耿耿，特有的小圓臉，靈動的大眼睛，譚松韻演起高中生來毫無違和感。這部劇一下就喚醒了很多人青蔥校園的記憶，譚松韻也因此深受年輕觀眾的喜愛。等了這麼多年，
譚松韻終於開始被紅光籠罩，父母總是在電話裡不厭其煩地說，那些親戚現在可羨慕他們兩口子，有了一個大明星女兒。苦盡甘來的一家人，這次終於不是大哭，而是笑得無比的燦爛和開懷。第二年，譚松韻演了《狐狸的夏天》，浪花一朵朵，開始接觸職場的角色，名氣一點點疊加，演技也有了很大的突破。她也開始一次次登上各種頒獎典禮，年度人氣女藝人獎、亞洲新媒體網劇最佳女主角、網絡電影女主角獎。每一次領獎，父母都會專門守在屏幕前，翻來覆去的看上好半天。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，譚松韻很可能就要徹底的紅了。可誰知道，她的人生卻破碎了，迎來人生的至暗時刻。2018年，譚松韻在工作的時候接到了家裡打來的電話，這通電話讓她的眼淚瞬間奪眶而出。昨天還在盼着譚松韻回家過年的媽媽，這一日出門的時候，不幸遇到了一個醉酒的富二代飆車，被撞倒後倒在了血泊裡。崩潰的譚松韻含着眼淚，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家，拿出了所有的積蓄，求着醫生不管用什麼代價，都要把媽媽救回來。整整20天的時間，譚松韻不眠不休地陪在媽媽身邊，期待媽媽醒來的那一刻。可最終只等來媽媽身體一點點的變涼。人生中的2大支柱猝然倒了一個，譚松韻把所有的力氣都用來聲討富二代的肇事行為。可令人絕望的是，一個普通人對一個有背景的家庭，即便是板上釘釘的受害者，卻根本得不到任何公正。所有的證據不翼而飛，所有的證人緘口不言，所有的辦案人員裝聾作啞。不僅如此，他們還反過來用演員喜愛炒作的大眾印象，把譚松韻送上了風口浪尖。喪母之痛、犯人之惡，以及不明真相的被引導的輿論風向，譚松韻無數次從痛苦中醒來，又無數次的重塑堅強。終於，善良的何炅看不下去了，在節目中替這個受了天大的委屈的女孩說明了緣由。輿論調轉，譚松韻獲得了大眾的同情。2020年，肇事者也因此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2019年，錦衣之下播出，她在替媽媽討公道的路上，也未忘記自己的事業，畢竟這也是母親想看到的。憑借這部電視，譚松韻終於大火。可惜的是，僅僅1年的時差，她的媽媽卻看不到了被托舉後的感恩。大火後，一次綜藝節目中，譚松韻說到她的願望，一句"我想夢到媽媽"，讓周圍的人都紅了眼眶。接着，她又說，她還有一個願望，那就是希望媽媽的下輩子能做她的女兒。這是多麼深沉的愛，才會想着在遺憾中再續親緣。因為被父母托舉過，所以才執着地想要討一份感恩的機會。如今，譚松韻已經演了不少的好劇，像《風兒行》、以家人為名、歸路再見、李可樂等等。只要是演親情的劇，她都能讓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馨。而她演的情情愛愛，更是無比深刻，讓屏幕前的很多人為之動情。出道至今，她沒有黑料，沒有緋聞，不喜歡營銷，一心一意的演戲，一步步成為她心中的那個理想的大明星。純粹而勇敢，簡單而自足，不爭不吵，默默發光。低調如她，值得央視明目張膽的寵愛，也值得喜歡她的人堅定不移的喜歡。